对呀，他已经把你卖给我了。你放手！放手！要亲的，亲的！放开我！你胡说！平贵不会这样做的。怎么不会呢？人穷志短呢，没钱还，不就把你卖给我了吗？在薛平贵经过了百般保证之后，代战终于同意了让平贵返回武家坡接宝川回西凉。同时，为了平贵的安全，他还特意安排了几个士兵一同前去保护他。没过多久，薛平贵便来到了武家坡。此时的平贵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心爱之人。谁？你是谁？你在做什么？薛平贵很是自来熟的前去和宝川搭讪，可宝川此时却受到了惊吓，赶忙躲闪。哎，大嫂，请留步！平贵的一声大嫂直接喊住了宝川。此时的平贵假装询问宝川武家坡怎么走，宝川立即表示这就是武家坡。此时的薛平贵装作一个浪子调戏王宝川。说话就说话，怎么动起手来了？对不起。他此时谎称他是来替薛平贵送信的，问他知不知道王宝川住在哪。宝川一听有薛平贵的消息，立刻就承认自己就是。可此时的薛平贵只想逗逗宝川，在经过一番寻找之后，便又说信被忘在了客栈里。从未被这样戏耍过的宝川很是生气，但薛平贵接下来的话更让人气愤。我这个薛平贵老哥啊，他为人是很不错，只不过除了吃喝嫖赌，他什么都做不来呀。吃喝嫖赌？不会吧？怎么不会呢？我认识他这么久，我怎么不知道他会吃喝嫖赌啊？此时的这个薛平贵根本就不当人。随后他又说道，薛平贵因为输了银子就把宝川卖给他了。此时的宝川对他很是失望。平贵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不但一去不回，你居然还把我卖给别人，你怎么这么过分？宝川一怒之下便跑回了寒窑，而薛平贵眼见自己玩过头了，当即就赶忙表明自己的身份。我实话告诉你，其实我就是平贵，我回来了。可宝川并不相信他的一面之词，因为在他的脑海里，平贵还是当年那个红光满面的帅小伙，并不是满脸长了胡子的油腻大叔。这时薛平贵赶忙拿出血书自证身份。这时的王宝川才相信门外之人就是她的丈夫薛平贵。可纵使门外是薛平贵又如何？面对这个负心汉，王宝川可谓是十分失望。纵使宝川知道如今门外站着的正是自己的丈夫薛平贵，可她依旧不愿开门。面对这个负心汉，她可谓是很是伤心，不仅让她苦守寒窑18载，而且如今回来的第一件事竟是先调戏自己一番。你既然没有死，却让我等了18年，回来还居然调戏我。薛平贵，那你就好好的等着，我现在就自尽在寒窑里面，你待会儿就破门进来受尸吧。我等了18年，就是相信我的丈夫没有死。你既然没有死，却让我等了18年，回来还居然调戏我。薛平贵，那你就好好的等着，我现在就自尽在寒窑里面，你待会儿就破门进来受尸吧。在薛平贵表明身份后，宝川依旧是不肯开门。如今的宝川除了气愤还是气愤。薛平贵，那你就好好的等着，我现在就自尽在寒窑里面，你待会儿就破门进来受尸吧。这可把薛平贵给吓坏了。当看到屋内的宝川果真拿起了剪刀后，薛平贵当即就跪了下来，求宝川不要伤害自己。虽说薛平贵已经承认千错万错都是自己的错，但宝川依旧不肯让他进到屋内。无奈之下，薛平贵表示道，如若宝川还是不肯让他进屋，他就自尽在寒窑外面。可宝川宁愿守寡等他18年，怎么可能忍心看他死在自己面前呢？你不要乱来，不要乱来，你千万不要乱来啊！不要！你开门让我进来。宝川呐，我求求你开门呐！还不收了刀，进来。薛平贵闻言赶忙起身，可不料在进门时却磕到了头。哎呀！这门楣怎么这么低啊？可不料却是这一句简单的话，瞬间就将宝川给惹恼了。此时的平贵也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，于是便赶忙想要安抚宝川。可宝川哪里会这么容易就消气呢？此时的宝川让薛平贵一退再退，直到后方无路。宝川，无路可退了。是，你有路就去找路，现在无路了，你才回来找我这个结发妻子。
薛平贵被说得很是惭愧，于是当即就上前告诉了宝钏这些年所发生的事情。原来你已经在西凉有跟别人成亲了。此时的宝钏伤心欲绝，这让苦守寒窑18载的宝钏很是委屈。然薛平贵现在也很是后悔，当即就赶忙抱住了宝钏。我的好娘子，我错了，为夫错了，娘子。为什么？二嫂，就在这时，张伟突然从外面跑了回来，在他进屋后一脸懵逼。此时的薛平贵也很是激动，向张伟表明了身份。在得到了宝钏的肯定后，二人当即就抱在了一起。四弟，二哥，二哥，王宝钏，你现在这副样子回来还摆谱啊？你要是装得可怜一点儿，说话低声下气一点儿，我们相府多的是残羹剩饭，我还可以施舍一些给你。可是，如果你要是跟我来硬的，不要说是残羹剩饭，就连掉在地上的一粒米，我都不会给你的。在宝钏和平贵和好如初后，宝钏随即就想要趁着相爷的60大寿回去给其祝寿。此时的大伙很是不解，名为祝寿，实为算账。啊，姑爷，你要算什么账啊？到了相爷生日的这天，宝钏早早便来到了相府。此时的相府这边达官贵人们正在给相爷祝寿，不曾想丫鬟竟咋咋呼呼的前来通报。谢谢。相爷，三小姐真的回来了。可当相爷看到宝钏那穷酸样，当即便是一脸嫌弃。一众宾客也对宝钏议论纷纷，丞相当即便要二女婿安排宾客们去后堂休息。宾客走后，相爷一看宝钏便很是气愤，然而宝钏却当即跪了下来。不孝女儿给爹祝寿，祝爹福寿绵绵，身体安康。二姐眼见爹爹不待见王宝钏，她当即就开始了火上浇油。我说王宝钏呐，你是怎么了？都已经过了18年了，你是乞丐婆当腻了，还是要饭要烦了？现在想清楚，要回相府来享清福了。此时的宝钏也没有惯着她，当即就责骂，就是因为他们夫妇二人害得自己掉了孩子，同时质问到她丈夫这些年的军饷哪去了。哼，王宝钏，你这话说的太有意思了。薛平贵他已经死了18年了，人死了，军机处是要注销的，那他何来的粮饷呢？据我所知，我丈夫的粮饷从来都没有停发过。王银川以为宝钏只是想趁着相爷的寿宴来向他们乞讨，当即就打算施舍一些银子就把他打发走。可他却不知道宝钏这次前来是有真凭实据的，否则他是绝对不会踏进相府半步的。此时的王银川又来讽刺道：王宝钏，你现在这副样子回来还摆谱啊？你要是装得可怜一点儿，说话低声下气一点儿，我们相府多的是残羹剩饭，我还可以施舍一些给你。可是，如果你要是跟我来硬的，不要说是残羹剩饭，就连掉在地上的一粒米，我都不会给你的。可宝钏现如今根本不想搭理他。我只是想请问一下魏元帅，你说人死了就没有粮饷，那如果我丈夫还在呢？啊！王宝钏，如果你的丈夫还活着，我一定把18年的粮饷照样算给你。小人得知的他们真的以为薛平贵早已被乱刀砍死，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，此时的薛平贵不仅安然无恙，而且还当上了西凉的大王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身着华丽服饰的男人走了出来，见到薛平贵后，魏豹直接就呆住了。你真的是薛平贵？不可能吧？薛平贵怎么会穿这么华丽的衣服呢？久违了，魏将军。大梁就这么一个公主，怎么可以跟一个这平民共侍一个丈夫呢？当然不可以，而且还是个做小的。在西凉王后得知自己的女儿在退兵之时将薛平贵给带了回来后，当即就怒气冲冲地杀到了代战的寝宫，要将薛平贵给灭口，然而却遭到了代战极力的阻止。此时的王后也看得出来自己的女儿是真的爱上了薛平贵，百般无奈之下，她只能再给凌霄下一道旨意。凌霄，本后现在再给一个旨意，
你去杀了薛平贵的妻子。而此时韩瑶这边，宝钏等人也得到了消息，在平贵战死沙场后，魏豹准备带人将他强取过门。而葛大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当即就让丐帮的兄弟们到处散播假消息，说宝钏已经改嫁到别的县城去了。随后葛大他们就立即离开了韩瑶，这才使得王宝钏躲过了魏豹的追杀。当魏豹来到武家坡后，他才发现王宝钏早已无了踪影。葛大说，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，他们自己做主，把王宝钏卖给外县的员外当小妾了。魏豹得知后可谓是十分气愤，当即就命人将乞丐打了一顿。然而麻绳也总是挑细处断，宝钏在逃跑的途中，肚中的孩子没能给保住，这让宝钏更加心灰意冷了。而此时的薛平贵等人也来到了武家坡，同时也遇到了那个瞎眼乞丐，他当即就将这个假消息告诉给了薛平贵。我是平贵啊，平贵啊，哎呀，你没死啊？没死没死，你怎么会伤成这个样子了？今天有个人来找你妻子，他就把我打成这样。你有我妻子的消息，他现在在哪儿？葛大说你战死在西凉，他跟张伟就把你妻子给卖了。薛平贵听后满脸不信，当即就回到了韩瑶一探究竟，但他却看到了此时的家里混乱无比，心灰意冷的薛平贵正要回西凉时，却在路上看到了自己的墓碑。人还没死，立什么碑啊？薛平贵当即就怒不可遏地拿出了离别之时的缎袍，毫不犹豫地直接将其给烧掉，随后头都不回地返回了西凉。